大家好，我是切尔。今天我有个异男朋友想要来讲一个故事，我有话想说。异男告解大会，然后现在有请我们的小象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小夏。听说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高中同学的故事，我觉得跟我当朋友我没有问题，那你跟我讲detail，我本人就会对同性恋就开始觉得，你们好像都是这样。曾经有讲过一句很重的话，也不能讲很，我觉得对他俩应该很沉重。其实我蛮后悔讲这句话，因为我觉得一部分影响到他都不敢跟我讲这件事情，因为让他不能做自己的。我到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，然后我其实都也蛮排斥 gay 的，自己是 gay 然后也排斥 gay， 也因为社会的框架的关系，就好像变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一样。你看，连现在是都会有按订阅不用钱啦。他是我高中认识，到现在我们还非常好，我们已经认识了10几年了。其实我们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喜欢男生，因为其实高中3年之间都没有听过说他有交女朋友。其实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很视觉系。视觉系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他有什么头发留很长？他留非常长，然后会画眼线啊，画这些。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也蛮喜欢类似这种风格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很酷，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学他这样子。对。但那时候我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异状，只是因为都没有听过他交女朋友。然后是后来，但我们之间都有开玩笑，就会说啊，你是不是？我会讲一下闹一下。对。但我要先讲我们家庭的比较传统，因为我爸妈的关系，同性恋 gay 这一块我不了解，所以我会本能的有点排斥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跟他开玩笑，我就会说啊，你 gay 啊，同性恋喜欢男生哦。对，这样子大家开玩笑。但他也就笑笑，但他没有很明确跟我说屁啦，我不是。对啊，不要闹啦。对，不要闹，他就哈哈哈就这样带过去，装没事带过去。所以后来我们也没有特别去讨论这件事情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以前高中是哪一种高中？是男校吗？我们是男女校，但我们是读那种职业学校，我们班上女生可能只有5个。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跟男校没有什么差异，毕竟科系的关系。那后来直到什么时候你就觉得？高中毕业之后，我们有一次去喝酒，刚满18岁，去一家烧烤店，很开心喝酒这样。然后我想说，小时候也不懂事嘛，威士忌直接喝，也没有再套冰块、套水，很疯狂这样。然后之后他就喝醉了，他非常的醉，我永远记得那天，因为我能够了解说，一般男生可能喝醉，他会想要抱人啊、亲人，但是其实他的反应跟一般男生是不一样，太多了。他会手会想要伸进你的衣服。他会想要触摸你的身体，他不是那种一般的说我就是打撞一下啦，然后亲一下这样，他不是亲一下，我不相信，有些会就是揪你一下这样，就是喜欢亲个脸这样，他不是，他是想要亲嘴，然后一直这样，他的眼神就是很爱慕的眼神看着你。我们是3个人去，你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哇，他怎么变成这样？然后我们想说算了，就想说反正他喝醉嘛，我们也没有在事后讨论这件事情。是我跟另外一个我们2个私底下有在揣测说，对，因为好像我们想了一下，他好像一直都阴阴柔柔，然后他也没有交过女朋友。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发，他一直以来都是长头发。你说短发那种吗？不是长发，他有发尾，他会到这里到肩膀。你说讲话还这样摸发尾吗？对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就上个厕所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你的发尾没有怎么样，你不用再拉。是没有那么夸张，但他就是一直以来头发都很长，人就是阴阴柔柔的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一直有在怀疑。开始会跟另外一个兄弟讨论他。对，我们会开始讨论说他到底是怎么样。那其实没有结果，因为我们也问他，他也说他也就是一样，直到现在都没有。但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要来告解的目的是，其实我曾经有讲过一句很重的话，也不能讲很，我觉得对他俩应该很沉重。你是说，如果你是 gay， 就跟我说，我不会怎样。然后，但是我类似这句话，我讲的我自己觉得这样不好。其实我是很认真跟他讲说，如果你真的是 gay 什么，可能我真的会担心这件事情，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继续当朋友。这是我自己那时候在很小的年纪很小，而且很传统，因为我们家庭的因素导致我这个想法。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接触同性恋这一块，应该说有，应该说人有很多种。我刚好接触的时候那种很外放、很嗨的那一种，我本人会怕，他就会直接跟我说，因为他就觉得男生，因为我记得同性恋有分就是比较偏男或是偏女生的，好像有这种，他就是那种比较偏女生，因为他可能我们有点熟了，我就很兴奋的跟我跟男生怎样，可是我其实不想听这个。对，他会讲到 detail， 其实我觉得跟我当朋友我没有问题，那你跟我讲到 detail， 我本人就会对同性恋就开始觉得，你们好像都是这样，可其实不是，因为人有很多种，其实连一般男生也会讲得很 detail， 就是不是只有你们会讲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遇到的都是那样，所以你就觉得大部分的刻板印象就出来了。后来我很后悔讲这句话，其实我蛮后悔讲这句话，因为我觉得一部分影响到他都不敢跟我讲这件事情，因为让他不能做自己，因为他其实跟我真的太好，我们2个非常好，很麻吉这种，所以其实他可能也害怕
怕说会失去这个朋友，所以他就不敢跟，因为我跟他讲过这句话，我觉得他一直有记在心里，所以他就都不承认。其实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也都没有出柜，我都不敢说我自己喜欢男生，也是跟很多学弟很好这样，可大家都有在猜。大学的时候我就也是跟我好兄弟，包含我3个，直到大2的时候我交了男友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他们出柜，他们说干你不要骗哦。我那时候想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出柜，但是我懂他那个心情，就是怕失去朋友。然后可能就是你们这种组合的另外一种结果吧，就是我跟他们说了，然后他们2个反而到现在就是很开心的跟我开玩笑，说 gay 都怎么样，然后都在打闹这样子。然后但是我也觉得我做了我自己就觉得蛮开心的。对啊，就是能够让朋友了解你这样。然后所以今天想要告解这个事情，对，就是我想要跟他说，其实不管他跟我讲不讲，或是他是不是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心里我不在意的，我不管你是什么。我都 OK， 因为我其实一直到我认识朋友叫 Ferry， 他就是在我接触了你之后，其实我看了很多你们的影片，其实真的就是了解，然后知道你这些人，然后我有特别去看这一块，我发现其实你们就是跟我们一样，就只是喜欢男生。对，那我会有这样的经验是说，我的家庭再加上我一直以来碰到，所以我慢慢其实有对于这件事情有改观。我觉得你们也没什么不一样。请问有什么更重要的契机点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因为 Ferry 这个女生嘛，然后去看，可是你怎么会想去看我的东西啊？因为其实我们有一次为了这件事情有吵过一次架，就刚好就是他在看你的影片，一开始我也是半开玩笑说你为什么要看 gay 影片？就是我只是在开玩笑，这就没什么恶意，我是在开玩笑。就当然你们听到我就好像不太舒服。酸民的出手式，酸民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恶意，我真的没有，就只是自以为好笑。然后他就很生气，他说你不要这样讲，说人家也是很正，她是我很好的一个姐妹。我说她什么意思？他说我跟她真的很好，而且她很照顾我，而且她只是做她自己，她没有什么不对。然后我说是吗？真的吗？就白目，他就跟我吵。你跟 Ferry 从来不吵架，但是不吵架，因为这件事情吵架，很好朋友，就为了这件事情就大吵。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样不是这种朋友，我以后真的没办法跟你当朋友，巴拉巴拉讲一大堆。我想说啊，我其实内心深处就想说有那么严重，难怪才会想来了解一下。对，因为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就特别跑去看了之后，我又想到莫名的就带入我那个朋友的心情。我还有看过你在出柜的影片，我有看那一部，你说你有当着家人的面去出柜，我其实也能够，因为我也认识他家人，他家人其实也都在猜，但他没有跟他家人讲。直到现在我也不太能讲，变成说大家都知道的秘密。一直人与人之间都会有一个防备心在，你会觉得我们笑笑的、开开心心的，然后好像跟家人都很好，但他们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你，有这种想法。对，我跟他家人也很熟，所以我就可以了解说你们那种煎熬，你们也不敢讲，因为他家里也是传统啊，不能接受。那他也是很煎熬，一直他连直到现在也都没有讲。其实我刚刚有说，我直到大学才出柜，我到大学大1、大2的时候还没有交那一任男友，然后我其实都也蛮排斥gay 的，自己是 gay 然后也排斥 gay， 因为我就觉得，哎呀 ，gay 怎么那么多好恶心哦，我就会觉得有这种想法。而且我连去西门红楼啊，或是看到男生手牵手，我就觉得，然后其实自己就是啊，干嘛？对啊，因为我也自己是不敢去了解，也觉得不好，也因为社会的框架的关系，就好像变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一样。你看，连现在是都会有，更何况是我们男生，我们更会有那种既定的框架去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就是不对，但其实没有，没什么不对啊。我现在也觉得，就是你们这样子很好，我也希望他可以，我想跟他讲，他就继续做自己就好，不管他是什么样子，我跟他会是一辈子。因为我其实一直想要说，你交朋友之前就必须要先做自己，你做不了自己，很压抑自己，让别人不认识你、不懂你、不了解，自然会觉得你好像跟我隔一层距离。所以现在我交朋友就会前提就是我先做好我自己，很难搞，这样非常难搞。其实近几年来不是平权运动的关系，好像变得蛮好，然后同性婚姻也过了，外国人也可以跟台湾的同性恋结婚。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有在推一个事情，想要跟你讲一下，就是有些人在想，我们好像不需要讲出柜这件事情，为什么我们要出柜？所以我一直有想做类似的影片，就是说你喜欢女生，那干嘛要跟大家说？我了解了，我一直也想在影片上面表达，但是又不知道借此什么方式去跟大家说。我觉得这很难避免这个议题，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点啊。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心里压抑跟意义的一块，可是我觉得就是当你真心想要交一个朋友，就去讲。你说我们不会特别去讲说我喜欢男生女生，对啊，是不会特别去讲。这个社会风气还是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会有点排斥、怕怕的。我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尝试去了解。你仔细去了解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我以前遇过人就说 gay 都很乱啊，或是 gay 都很怎么样。可是其实我自己深刻了解，我们没有比较好。婉转。其实异性恋也很爱乱，
我自己也这样觉得，所以我觉得并没有依这件事情去批判你们不好，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嘛，我们只要多了解。所以我最近影片有时候就是会尽量不要做同性相关主题，但是又努力在做撕标签，因为不管除了同性恋，还有其他不同的族群，伪娘啊之类的啊，他们都想做他们自己。那想请问一下，你现在的你还会交同性朋友吗？我觉得我会去尝试，因为就觉得就各方面领域的朋友，只要兴趣相同，其实重点朋友之间就是玩在一起开心就够啦。你管其他的什么有的没的都不重要，我觉得就是只要大家频率对得上，我不管你是同性异性，甚至你刚刚讲的其他各种不同族群，只要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相处，好好的玩乐，就够，这才是朋友的重点。有难的时候需要帮助。对，朋友就是这样，朋友其实就是这样而已。不用太复杂。对啊，我去年生日的时候好像邀请你来 gay bar 玩，因为菲律关系嘛。你那时候好像有听说一直不想来。我认识你们，然后我了解你们，但是其实对于去这种地方，我一直还是会本能的有一点觉得，我是男生，为什么去 gay bar？应该说你是喜欢女生，对，我是一个对，为什么要去一个都是对，这样来。但直到后面，我觉得最好是我说带他们去 gay bar，他们 OK。但是我们三个之间就是不同的好朋友圈，走的面向不一样。毕竟你们还在不了解彼此，然后也不敢做自己。对，然后我这边是完全就做自己，就做自己，我就走啊，一起去这样。对啊，然后还是会开玩笑，说干嘛去啊，无聊。然后就说那边很多妹子哦，我跟你讲 ，gay bar 超多妹子可以认识的。现在其实蛮多异男就是会喜欢去 gay bar，那边女生真的都超正。对啊，我那天有去，我有感受到其实没什么不一样，就只是变成都是男生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氛围，我觉得重点就是去那个地方就是开心嘛。对啊，就是很欢乐。我觉得你们其实玩的比我们还。我跟你说，有一次我去异男吧，你们不是都会有女生在舞台上跳舞？我是一个柱子，然后上面不是有那个舞台吗？我站上去被拉下来，很多都不能跳舞，奇怪。然后女生上去就可以，我就很生气。然后我朋友就傻眼，不能跳舞啊，奇怪，我跳比他们辣。真的，我说真的，你们跳的都比我们。对，去一般酒吧有时候男生会贴上去跳嘛，然后你就会觉得我那些男生的那个肢体就觉得有各种。你们怎么称呼那些女生？其实我们就都叫 dancer， 我们没有特色。因为我们都会说上面跳舞的男生叫 go-go boy， 只是穿的比较露的 dancer。那我想请问一个很害羞的问题，你会交同性的朋友，那你还想试着去爱这个事情？你说谈恋爱吗？对，你对于同性了解你也不排斥，你会去喜欢男生吗？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很想要跟大家讲，我们喜欢同性、喜欢异性不能去改变的，就算你去了解，你也不敢去改变，因为有些人会说啊，爸爸因为是同性，所以你也喜欢同性，这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我觉得对啊，那是没有办法改变，也不可能因为我讲几句，或是我看一些资料什么，我就会变成那个样，那个是不可能的。还是有些人就是很无聊，就是不想去了解，然后一直去抹黑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这样不好。对啊，我想这边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他毕竟也是才刚了解、刚接触，词语就大家不要太觉得不舒服，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毕竟有时候会不小心就是讲一些我知道你们会不开心，对什么一般男生什么之类这种，我就觉得大家见谅一下。但是至少我们的初衷都是好的。好，谢谢你今天告解，然后也让我认识了你们，跟了解你们的故事，然后也希望未来你们三个兄弟会变得更好，可以了解彼此这样。希望他可以跟我讲，对，直接讲就好。你去讲好像也不太对，没有就等嘛，看他愿意讲。等到他看到这影片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看。我不知道，希望我的影响力有影响到他。希望谢谢小象今天分享故事。我一直没有这个出声口可以去诉说这些事情，因为我毕竟也没什么直男朋友，毕竟同温层不一样。我了解。对啊，好了，喜欢我的影片就记得帮我喜欢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给你朋友看，然后记得给那些互加盟的，不对啊，他们也不想了解啊，或者给那些不了解同性恋，然后甚至对同性恋觉得不舒服、排挤的人看，希望他们能借由这影片更了解我们，希望那些少数族群的朋友们，然后可以努力的做好自己，谢谢大家。